这就是苹果 Vision Pro 头显重量624克，相当于12颗鸡蛋。显示效果确实无敌，但重量非常感人。去年雷鸟发布了 X3 Pro， 搭载彩色光谱导显示、音频和双摄像头，重量大约相当于2只汤匙。而今年雷鸟新发布的 AI 眼镜雷鸟 IO， 重量只相当于1只汤匙。那么它为什么这么轻？如何解决近视问题？不同头型都可以吗？显示效果怎么样？会漏光吗？ AI 功能有哪些？真的能撑一整天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准备了3副雷鸟 IO， 一副平光，一副近视，还有一副用来拆解。我们先看一下雷鸟 IO 的整体结构。镜框呢是经典的皇冠框型，介于圆形和方形之间，比圆框呢更硬朗，比方框更柔和，边缘宽度只有2毫米。配色有极夜和沙丘2种，我们这次拿到呢都是极夜色。主板和电池都在镜腿的末端，左边是主板加一块电池，右边是另外一块电池，而充电的触点呢在鼻梁的底部。眼镜还搭载了5麦克风阵列，其中4颗是空气传导麦克风，另外1颗呢是骨传导麦克风。右侧有一颗旋钮，类似于智能手表的表冠，叫 Smart Crown， 可以转也可以按，长按是 Home 键，短按是确认，双击呢是呼叫 AI， 而旋转呢是滚动菜单。另外也可以自定义。雷鸟 IO 搭载了2个光机，每个体积呢只有 0.085cc， 大约只有1粒红豆那么大。雷鸟称之为萤火光引擎 Nano， 光机里内置了一块绿色的 Micro LED 屏幕，对角线尺寸只有 0.06英寸，也就是 1.5毫米左右。屏幕上的图像光线从光机射出来，进入一块高折射滤玻璃，在里面经历了多次的全反射，走出一条之字形的路径。之后呢，光线从面向眼睛的一块区域射出来，图像呢就进入了你的瞳孔。光线进入光波导的那块区域叫偶入区，而射出来的这块叫偶出区。把这2块区域放大到纳米尺度，你会看到玻璃表面布满了规则的圆柱，圆柱的间距只有几十纳米。这些结构呢就是衍射光栅，它们在微观下看就像被浮雕在玻璃表面上，所以这块刻着浮雕光栅的高折射滤玻璃，学名就叫做表面浮雕衍射光栅光波导。这块光波导呢是雷鸟自研的，他们给它取名叫蓝湖光波导，厚度不到 0.6毫米，比一张银行卡还薄，单片重量只有3克。虽然光机只有1粒红豆大小，但经过蓝湖光波导之后呢，投出来的画面相当于33英寸。重量是智能眼镜用户吐槽最多的问题，比如之前的某款产品，我们就把它叫做 A 眼镜吧，裸重呢45克，加上近视镜片，总重54克，戴久之后呢就会觉得累。所以雷鸟把 IO 的重量打到了不到35克，即使加上了近视镜片，总重量也不到40克。这2周我天天用，日常佩戴呢确实是很舒服。我现在用的近视镜片是 1.64 折射率，如果换成 1.7 应该还能再轻1-2克，总重量可以降到38克左右。这可能是目前国内能买到的最轻的带显示的主流 AI 眼镜。那么雷鸟是怎么把重量打下来的呢？首先 IO 的前框采用了 AZ91D 镁合金，俗称91镁合金，铁的密度是 7.9 克每立方厘米，钛合金是 4.5， 铝合金 2.7， 而镁合金只有 1.8 左右。不过镁合金也不是万能的，虽然它很轻，强度也高，但它的弹性呢就不如钛合金，所以对于需要韧性的镜腿，雷鸟就选择了钛合金，而且用了2种。由于主板和电池在镜腿的末端，光机呢在前框，中间必须有线缆连接，用来传输电源和数据。这条线缆叫做 FPC， 也就是柔性电路板。为了包裹 FPC， 雷鸟用了2层钛合金，把它夹在中间。外侧内层呢是骨架，用的是 TC4 钛合金。这种材料呢有弹性，而且强度很高。
经常开战斗机的你一定知道，喷气发动机的叶片用的就是 TC4钛合金，进腿内侧需要更大的弹性，于是雷鸟使用了贝塔钛15333。贝塔钛常用于航天器太阳能翻盘的铰链，还有宇航服的金属连接件。实测下来，进腿即使向外掰开15度也没有任何问题。弹性这么大，所以即便是警长这颗大脑袋戴上也不夹头。除了轻舒不舒服，还和眼镜的重量分布有关。重量呢，要是全部在前面，一天下来鼻梁照样会酸。所以刚才说的主板和电池后移，其实还有第二个好处，把压力从鼻梁上分走一部分。另外 ，I/O 还标配了2套可换臂托，进腿上也有特制的硅胶套，配合前面说的高弹性钛合金进腿。不同头型、不同鼻型都能搞定，戴的舒服解决了全天佩戴的第一个前提。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视觉体验 OK 吗？智能眼镜有2大因素最影响视觉体验，一个是彩虹纹，另外一个呢是近视适配。光栅是靠衍射原理工作的，而衍射有个天然的副作用，它会把白光分开。你小时候玩过的3棱镜雨后的彩虹，还有光盘背面的颜色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呢，当强光斜着打在光波导上，尤其是从头顶上照射下来的时候，比如说头顶有强光射灯，你的视野里就会出现一道道彩色的光剑，或者一片彩虹，这就是彩虹纹。它听起来很浪漫，但实际上对视线的干扰非常大。所以彩虹纹的多少也是衡量一副光波导眼镜质量的重要指标。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前面提到的 A 智能眼镜，这副眼镜甚至不用打强光就能看到大片的彩虹，而雷鸟 I/O 常见场景下几乎看不到彩虹纹，只有在头顶强光直射的时候，比如在深圳正午的太阳底下，才会出现淡淡的一道。I/O 这个水平呢，在我用过的产品里面属于最夯的。其实理论上彩虹纹是没办法彻底消除的，研发人员能做的就是大量尝试各种光栅设计，再配合一些特殊的镀膜，让彩虹纹尽量出现在你不容易看到的区域。但要做这件事，前提是你自己要有研发能力。目前市场上的 AI 眼镜光波导大多是从供应链采购的现成方案，供应链给什么，品牌方就只能用什么，而雷鸟是少数自己做光学的，从光栅结构到镀膜方案都有自己的设计，设计好再交给供应链量产，这大概就是 I/O 彩虹纹控制的更好的原因。除了彩虹纹，还有一件事情对视觉体验影响很大，那就是近视适配。光波导是用来显示的，你要是近视还得再加一副近视镜片，而这副镜片用什么方式加上去，这就是近视方案。我们先看 A 眼镜和雷鸟 I/O 的对比，用 A 眼镜看世界总觉得有一层雾里看花的感觉，而 I/O 这一边呢，明显呢是通透很多，而且这个提升是双向的，你往外看更清楚，别人看你呢也不会觉得你戴着厚厚的啤酒瓶底。那差别为什么这么大？ A 眼镜采用了卡扣式的近视方案，就是你找眼镜店配一副近视片，然后卡到眼镜上。配镜呢确实很简单，拿着卡扣和你的近视度数，线上线下眼镜店都能给你配，但它有3个不好的地方：一来卡扣本身就增加了重量，二来镜片和光波导之间会进灰会脏，清理起来就更麻烦，第3点更讨厌，普通近视片呢2面都是曲面，而光波导呢是平面，两者之间就会形成复杂的反射光，影响视线。A 眼镜里面那一层雾就是这么来的。雷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雷鸟 I/O 设计了定制的贴合式近视镜片。这个定制镜片是一种平凹镜，面向光波导的那一面是平的，面向瞳孔那一面是凹的。而且出厂的时候呢，雷鸟就把镜片和镜框贴合好了，一面平一面凹，中间没有空隙，复杂的反射自然就没有了，顺带重量减轻了，脏污也避免了。度数越高，贴合式的价值就越明显。这种方案的成本确实上去了，但换来的视觉体验提升绝对是实打实的。至于说配镜，雷鸟 I/O 支持0到1000度的近视，散光也能配，各种折射率的镜片都有，把验光数据给到雷鸟，他们直接就能帮你配好。
戴着舒不舒服，看得清不清楚，这些都是你个人的感受。但眼镜在你脸上最显眼的位置，它决定的就不只是你自己的感受。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有个很著名的理论叫拟剧论，人在别人面前其实一直在进行一场表演，而你的衣着、配饰、随身物品都是这场表演的道具。眼镜就是这场表演里最重要的道具之一，它直接决定了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所以一副眼镜好不好，从来不只是你戴着爽不爽，它还决定了别人怎么看你。这就是眼镜带给你的社交体验。决定眼镜社交体验的，除了外观设计之外，还有两个特别的挑战，一个叫漏光，一个叫光栅透明度。所谓漏光，就是在屏幕显示内容的时候，有一部分光进到你的眼睛里面，但还有一部分会朝反方向射出去。而且目前大部分智能眼镜的屏幕都是绿色的，所以漏光如果处理不好，在别人的眼里，你就是个两眼冒绿光的科学怪人。而雷鸟 I/O 呢，大部分场景基本看不到漏光，只有在一些很刁钻的角度才能看到一点。那么雷鸟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和彩虹纹一样，漏光是无法彻底消失的，研发人员能做的就是把它引到别人看不到的方向去，而这个方向最好的结果就是向下，尽量向下。从侧面看 I/O 光波导和镜腿不是垂直的，它向前倾了几度，这就是雷鸟的光波导前倾设计。光波导呢，如果是垂直的，漏光就会直直的射向正前方，正好进入到对面人的眼睛里。而光波导往前倾几度，漏光的方向也跟着向下偏。但这一招呢是有个上限的，倾角不能太大，太大眼睛就不好看了，戴着也很别扭。所以能往下偏的角度其实相当有限。于是问题来了，要是对方比你矮，那这个漏光岂不是正好被看到吗？那能不能在不继续增加光波导前倾角的前提下，让漏光再往下走一点？于是就有了第二个设计。拆开镜框你会看到，光机不是垂直对着光波导的，而是有一个明显的向下倾角，这就是雷鸟的光机倾角设计。光从光机向下斜着射击光波导，从偶出区跑出来的那部分漏光方向呢，也跟着进一步往下压。一个呢在结构上把镜片往前倾，一个呢在光路上把光往下压，这两个角度结在一起，漏光就被压到了一个更低的位置。漏光呢，只有在屏幕亮的时候才存在，但即使屏幕不亮，智能眼镜还有一个可能影响社交体验的挑战，那就是光栅透明度。偶出区的光栅就在光波导的正中间，正好是别人看你的时候容易注意到的位置。这块区域在很多智能眼镜上透明度明显更低，而且会发黄或者偏红，所以很多人管它叫小方块或者小黄块。而雷鸟 I/O 小方块的面积呢小了很多，而且呢颜色也淡了不少。那么光栅区为什么会发黄？雷鸟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这得先从光栅区发红的原理说起。我们知道白光其实是由红、绿、蓝三种颜色组合而成的，而这三种颜色穿过光栅区遭遇并不一样。蓝光损失最大，一部分会被光栅掩色掉，还有一部分呢会被制造光栅用的压印胶吸收掉。此外呢，绿光也有一定的损失，而红光受的影响最小，基本就原样穿了过去。于是穿过去的光，红最多，绿其次，蓝呢是最少的，剩下的红色加绿色合在一起就是黄色。简单说，白光由红、蓝、绿组成，但当其中的蓝光被光栅偷走之后，白光就变成了黄光，这就是光栅区显得发黄的原因。为了让这块区域更透，颜色更中性，其实工程上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各种尝试调整光栅的槽身、形状、排布，把三个颜色的透过率一起往上拉，也拉得更接近。据说雷鸟为此尝试了超过100种组合，才定下来现在的方案。最终 I/O 的光栅区透过率做到了93%，漏光呢少了，光栅区也更透了， I/O 的社交体验呢也就自然上去了。那么在功能上 I/O 表现怎么样？续航真的能顶1天吗？先问问题，上周三下午你跟谁聊过什么？还记得吗？100多年前，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画出了一条遗忘曲线。
学完之后20分钟你就忘掉了40%，1个小时忘掉一半以上，到了第二天能剩下的不到1/3。这不是你的记性差，这是我们碳基人脑的出厂设置。所以人类发明了各种东西来对抗遗忘，笔记本、备忘录、录音笔以及各种所谓的 AI 伴侣。但这些办法都有一个通病，他们要求你在事情发生的当下腾出手来。更麻烦的是，你还得未卜先知这件事以后用得上。而那时呢，你可能正在忘情的说话，正在开车，正在夹菜，或者正在假装认真听。所以有没有一种工具可以一直记录，不停的记录？事实上就在最近 ，OpenAI 的 CEO Sam 奥特曼说，大概6个月以内 ，AI 就能一直盯着你的电脑屏幕，参加你的每一场会议，无时无刻不在记录。有意思的是，这个 Always On 啊，雷鸟其实先做出来了。区别是奥特曼要的是一直盯着电脑屏幕，而雷鸟 IO 记录的是你的一切语音对话，这就是雷鸟的全天日记功能。你只要在 APP 里面设置一次雷鸟 IO 就能一直记，是的，不停的记。这些记录最后会形成纪要，我试了2周，确实挺强的。但问题也来了，这份纪要怎么给你们看呢？很犯难，毕竟里面全是我的小秘密。最后我想了个办法，把眼镜呢放在手机旁边，让它整天听 B 站。我们特意挑了2个长视频，一个将近16小时，另外一个2小时。纪要呢有2种模式，一个是总结模式，一个是日记模式。总结模式呢，给你这一天的高光时刻、核心要点，还有他自己的洞察。日记模式就按照时间的顺序来，一条一条捋下来，而且你还可以拿着纪要跟小雷接着聊，比如问他这天里某某某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他有什么在暗示吗？时间拉长也一样，你可以针对1个月的记忆去提问。上周领导安排了什么事儿啊？上次和朋友吃饭，他爱吃哪个菜？他也会慢慢摸清你的固定节奏，主动给建议。雷鸟管这个叫雷鸟建议。比如说周5下午要交个周报，周3有例会，记得提前准备。用官方的说法，全天日记负责记住，大模型负责理解，而雷鸟建议负责行动。雷鸟把背后这套东西叫做全天候记忆引擎，它跟普通大模型的区别在于，普通大模型处理的是你主动敲进去的规整的文字，而它要处理的是真实世界里大量零散没有结构的信息，声音、位置、场景，再把这些转成能被检索的记忆。功能很强大，但一直这么记着，续航能顶得住吗？我们先做了一个极限测试，让 IO 一直听着，不显示任何内容，只负责记录。连续24小时之后啊，居然还有5%的电。当然了，这是单项极限测试，日常使用不会这么纯粹。所以我们又按真实场景统一按连续工作12个小时，分3种强度来测。第一种呢，说话不多的一天，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干活，偶尔开个短会，剩60%左右的电。第二种，普通的上班节奏，几场会议加上日常交流，剩40%左右。第三种呢，连轴转的一天，从早到晚开会，见人几乎没有停过嘴，能够剩10%左右的电。也就是说，哪怕碰上随地大小说的日子，从早上8点说到晚上8点，他也能扛得住。官方给的口径是全天日记能连续记录18个小时，按我们这几档推算下来，官方数据还挺实在的。不过话说，连喷18个小时，这位牛马是不是太卷了一点？为什么雷鸟 IO 的续航这么久？我也很好奇。拆开之后发现，它用的是钢壳碟片电池。钢壳加工精度高，能把眼镜的空间用得更满，而且结构强度更好，也更安全。手机里用的钢壳电池最有名的就是苹果，传统电池大多用卷绕工艺，就是像卷寿司一样，把极片一圈一圈卷起来，所以有圆角，边角空间呢就浪费掉了。而碟片呢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形状可以贴着空间做，同样的体积，容量更大。钢壳加碟片这个组合在手机里面呢，目前也就苹果在用，智能眼镜里面据我所知只有国外的 Meta 和国内的雷鸟。再说充电 ，IO 有2种方式，都走鼻梁底部的触点。第一种是转接头，把转接头夹在鼻梁上，接根 C 口线就能充，不到半小时就能充满。第二种是充电盒，这个盒子相当于 AirPods 的充电仓，自己内置电池，盒子充满一次能再给眼镜充满5-6次。续航这么长，记的东西这么多，那隐私怎么办？雷鸟给的方案分4层，数据上
语音在眼镜本地就脱敏转成文字才会上云，默认不收集不训练。提示上呢，隐私指示灯和录音模块是硬件绑定的，开着就亮，关了就灭，软件是绕不过去的。主权上一键导出，一键删除，15个工作日给你一份删除证明，眼镜和账号绑定，丢了别人也用不了。还有一项要等 OTA， 物理为难，在 APP 里圈定家里、医院、会议室，眼镜进去就会自动停止记录。巴拉巴拉一大堆，但这些都是官方说的，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想让 AI 更能干，就得给它更大的权限，而权限越大，潜在的风险也就越大。这种事儿呢，我不听官方的一面之词，我会在脑子里面把风险放到最大，然后问自己这一句：最坏的那种情况，我能不能接受？就拿隐私来说，只要一件事儿被记录下来，就没人敢打包票，它100%不会泄露，不管是中国品牌还是国外品牌。所以我从来不 care 会不会泄露，我只关心一件事儿：真泄露了，漏出去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原始录音，那真的就是把底裤脱光了，这个我完全无法接受。但如果是转写之后的文字，伤害相对来说就小很多。而全天制记呢，记的就是文字，音频是不保存的。也就是说，就算真走到我设想的那个最坏的一步，漏出去的也只是文字，这个呢，倒还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全天制记是 I/O 的独家功能，也是我最关注的功能。除此之外 ，I/O 还有翻译、提词、转写，还有 AI 实时提示。AI 实时提示，面试的时候啊，面试官抛了一个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办？ I/O 这个功能呢，就是干这个的。打开之后 ，AI 一旦识别到有人在问你问题，答案直接显示在眼前。可是我实际测试了之后啊，我感觉这功能还得好好优化。实时翻译底层用的是时空湖的 BubbleOS 3.0 引擎，支持55种语言，109种口音。其实要说翻译本身啊，很多眼镜都有，但普遍的问题是一到嘈杂的环境就趴窝了。所以我们这次直接测了在嘈杂环境下的翻译，大家实际感受一下。Let alone English. How do we fix that? We start with rhythmic humming. Before you even say a word, you need to wake up the vocal cords for non-native phonemes. Why humming? Humming creates a low-impact vibration that warms up the laryngeal muscles. But we don't just hum any tune. We hum the English stress pattern. I can feel that vibrating in my chest and my nose. That's the American resonance. Most students have stiff speech in the morning because their jaw and tongue are physically cold. They haven't been moved in 8 hours. We need physical warmth. I like to do jaw circles while the coffee is 自动提词器，传统提词器要手动翻译 ，I/O 可以靠语音判断你讲到哪一句，自动滚动跟随，眼神呢可以一直看着观众，就自然很多。目前呢是逐字稿跟随模式，官方说以后 OTA 会继续上关键词模式，适应脱稿演讲。录音转写这个功能同样是各家都有，难点一样，嘈杂环境下的人声识别。我们同样测了嘈杂环境下的转写，大家实际感受一下。7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物价方面，7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0.5%，核心 CPI 涨0.9%，食品价格还降了1.5%。老百姓菜篮子压力不大。同时，二手房交易活跃度。大模型方面 ，I/O 的 AI 模型是可以换的。国内版目前支持 DeepSeek V4 和千问3.8两款，可以按自己的偏好切换。官方说后面还会接更多的大模型。另外，国内用户用模型是不额外收费的。白嫖党赢麻了。好，再来看一下产品价格。
对于这个产品呢，其实我觉得雷鸟敢于把它真正产品化，已经很值得被尊敬了。雷鸟在 L 上试了很多新技术、新理念，为的就是让智能眼镜在穿戴、视觉和社交这3种体验上都更加接近我们平时戴的普通眼镜，真正做到全天佩戴。而在功能上，他们又大胆地实现了超长续航和全天记录，这跟以前很多的产品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各位和我想的是不是一样，就是他们敢把这个东西量产，这个勇气我觉得挺夸张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很清楚，新材料、新设计、新理念不仅意味着实现难度更大，也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质疑。但他们还是做了，也让这个行业变得更有趣了一些。所以这副眼镜你会想买吗？我应该会买一副，因为我觉得它很独特。如果你朋友也想买，欢迎把这个视频转给他，能提供一些参考。也欢迎点赞投币1键3连，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是黑猫警长008，我们下期再见，拜拜。